大家好，我是为所欲为的蛮屋加菲猫。第10赛季已经进入末期，在这个时候呢，依然有不少的热血玩家在冲击榜单。想要了解滚蛋猫构建，尤其是猛兽猫，也就是困兽自适应这套流派的真正核心。借此机会呢，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将深入的解析最近这段时间里滚蛋猫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构建思路。在此呢，你也可以学习到我们做构建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同时，针对不少玩家在使用滚蛋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也在视频的后半部分做了一个大型的 FAQ， 集中给大家答疑解惑。视频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滚蛋猫构建思路的发展历程。相信看过我之前全面解析那期视频的玩家都知道，闪避核心技能的思路其实在 PTR 阶段就已经有雏形了。但这个构建的真正成型，得益于翻滚产生的雷霆监测可以刷新组合打击的这个特性。PTR 期间这个思路有 bug， 即便现在玩家去打世界 BOSS， 依然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 bug 修复的基础上，韩国玩家首创的催眠打击思路，以及发现狂野爪击和退后的联动，并首次掀翻德鲁伊的王座，是这个构建进化的第一步。而滚蛋猫这个构建的诞生，基于韩国玩家的这套原创思路，使用不驱猛击，并且改进了回能和易伤覆盖率的问题。在后期，出于对易伤覆盖率还有增伤之间的平衡性考虑，我和杰瑞采用了飞鹰主灵的方案，将输出进一步的提升。最终，主流玩家广泛认同我们这套基于不驱猛击的思路是构建的最终发展方向。然而，在取得成绩之后，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更深、更加全面地对构建进行了研究。这时候呢，我成功地把牛逼的透明给猫转支配了，对灵物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测试，从符文、动画、构建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呢，我重新对滚蛋猫相关的增伤机制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将应变24加成的理论完善化。可以说，这次的合作研究是滚蛋猫真正蜕变的起点。为了更好地利用应变的24加成，我们发现传统的蛮力思路很难再取得更好的成绩，其原因不在于易伤，而在于回能，在于快速回能。紧接着，我和杰瑞大胆尝试，并且完善了基于困兽自适应的构建思路，将这个构建推进到了新的高度。现在这套构建基于困兽的猛兽猫构建，我只会推荐给冲榜玩家，因为它的装备要求操作非常的高。符文方面，目前最推荐的方案是奥姆和卡克，或者说奥姆和泽克。至于最后选择什么，还是要看个人，这两个版本大家都可以尝试。各位玩家准备好小板凳，我们开课了。先从爬击的原理开始说起。在不考虑组合打击的情况下，使用狂野爪击攻击一次，你会看到4或者6次攻击的数字。如果你的2次攻击的概率是100%，那么必定是6次攻击。这6次攻击的数字分为2组，第一组爬击由于是2段攻击，伤害分别是40%和60%。接下来2次攻击这个词条其实是把这2个攻击数字加起来再呈现给大家。而第2组攻击类似，但是它会受到狂野爪击 2.4 倍的加成。更加可怕的是，退后这个赛季能力对它完全生效。这理论上应该是程序设计的时候，这个威能触发的位置设置了一个虚拟人物，这个位置在无穷远点。那这还没有完，应变在此基础上还会对第2组攻击再加成1遍。一来二去呢，这2组攻击差了大约几十倍。这里我说的2次概率、2次伤害需要做一个解释。科佩莱克还有武器回火这2个词条对于2次攻击的概率是相加的关系。透明告诉我呢 ，Max Roll 那边说这2者是独立的。事实上这是错误的，精确的验证显示它就是相加，而且最大是100%。你可以认为它是最多100%的独立增伤，没有问题。同时呢，这个东西和色霸佐泰克的概率翻倍伤害也是独立的，所以呢，色霸佐泰克选择金造概率翻倍伤害是必须的。而且呢，一旦触发，这2组6个数字全部翻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应变的2次加成。每组爬击呢，它的增伤在释放的那一刻会快照所有的数值。比如说科佩莱克应变，对于应变来讲，它会快照当下的资源，用于增伤计算。而巧就巧在这儿，当使用狂野爪击之后，这第2组爬击在出现的那一刻，它又会快照一次应变的增伤。于是就加成了2次。
再次强调，这个增伤的具体数值不是第一次满额，而是第二组扒鸡释放当时的资源决定的。如果空栏就是0，如果说满栏就是满额。为了和实战结合在一起，我测定了狂野爪鸡动画出现的时刻和首次扒鸡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40帧。这个间隔呢，不会随着人物的移动速度、攻击速度而变化。同时呢，闪避扒鸡的周期基本上稳定在32到34F 之间。将这几个动画放在时间轴上，你就会发现，如果要让狂野爪鸡的扒鸡受到应变的完全作用，需要在第40帧的时刻保持满栏。但是呢，在第32帧的时刻，玩家释放了翻滚的扒鸡，清空了栏。在这8帧到10帧的回能窗口期内，能回多少能量至关重要。下面呢，我截取了杰瑞使用蛮力冲层的时候的能量在各节点处的图。你可以看到呢，使用天鹰主灵蛮力的组合，在怪物少的情况下，并未吃满应变的加成，而这就是革命的开始。那困兽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有玩家说，困兽的增伤字面上数值不是高于蛮力吗？用它不是更显然的吗？这种想法其实并未触及其本质，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要考虑的是压制伤害。蛮力保持满血会拿到满血状态 1.5 倍的压制伤害加成，而困兽则不行。同时呢，它残血状态只能拿到至多 2.6 倍的伤害加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输出反而降低了。这个东西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怪物少的时候，像之前的截图所示，狂野爪鸡的扒鸡并没有在满栏的时刻触发，就会导致输出损失巨多，而应变的加成有3倍之多，而这才是困兽的真正意义。那么要如何利用困兽呢？这个呢，就要感谢买库纳取得的设计师的独家资料解释。那简单来讲呢，玩家只需要不断的回血，就能保证困兽一直满负荷运作。但是如果回血过多，它就会影响到困兽的增伤。所以呢，目前的最佳方案就是介质上的秒回，这一条是必须的。资源返还是40%的消耗，但是它不会返还非人物本身技能触发的卡克的资源消耗，比如说符文瓦特等，它的卡克就回不上来，需要其他回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瓦特是我们早先淘汰的思路。备装方面，由于困兽的存在，一方面需要持续的生命回复，另一方面呢，需要每次都回复满资源，所以呢，我们进行了2件主要装备的调整。第一件是使用虚假死亡，它的全属性配合自适应翻倍之后，就这一件衣服全身864全属性，简直不要太离谱。除去敏捷的增伤以外，智力提供的全抗让玩家可以舍去钻石带骷髅，顺利拉满5000的护甲，而它提供的资源生成又恰好的帮助了困兽回满资源，而且呢，高额的生命又恰好可以让你舍去甚至戒指部位的所有生命上限的词缀，让输出更进一步。而项链方面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对于蛮力配置而言，项链上30%的敏捷加成提供大约20%的输出，但是在困兽自适应的版本里，敏捷百分比和自适应提供的100%属性加成是相加的关系。碍于边际效应呢，它提供的增伤会降低到10%。于是呢，项链最佳词缀一目了然，护甲是必须词缀，资源上限提供大约30%的输出，和强效差不多。不过它在升级的过程中的收益也是最大的。所以呢，需要精造强效。那么使用困兽自适应的流派有没有可能用其他装备替换假死呢？事实上，如果满足资源生成的要求，绝大部分配置需要在装备资源位置额外补足资源回复，以达到要求。这里呢，我用自己写的计算器精确地对比了各种配置在理想状态下的输出。你可以看到，假死的方案是有绝对优势的。使用正午狩猎的方案是理论输出最高的方案，但是碍于生存和回能的限制，在困兽的方案里，它的输出反而低于了虚假死亡。当然了，如果你使用蛮力版本，是可以尝试正午狩猎之戒的。除了以上这些发现之外，另一个我发现的重要理论是关于大招冷却的阈值理论。这个理论缘起于很多人发现使用泽克之后，人物的输出有了质的提升，即便大招冷却在12秒达到全程覆盖的时候，泽克的提升依然是巨大的。这个呢，就和大招增伤有关，是有2个被动，一个是至尊，另一个是绝绝。绝绝的覆盖率其实很低，即便保护者压缩到6秒，它其实也只能覆盖50%，它只在大招释放后的3秒之内生效。而至尊则不一样，至尊是保护者大猩猩6秒消失之后才开始生效的，期间消灭的敌人可以增加叠层，但是如果没有消灭敌人，它也会给你最低5层的 buff。
然后呢随时间消退。注意呢，保护者事实上是2段，第一段是星星存在的阶段，第2段是之后的6秒，这2段总共12秒都会受到哈下来增伤。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在叠层没有消散之前再开一个星星大招，也就是比如说第6秒的时候就立即开星星大招，那么这个叠层就会立即停止衰减，在星星存在的时刻一直保持住，然后在星星消散的瞬间再叠加5层。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杀死怪物，只要你的大招冷却足够，它的叠层就能一直维持住。好了，知道了这一点呢，下面的这个冷却预知理论就很好理解了。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在 BOSS 战的过程中，假设玩家还没有杀死小怪，那么至尊的增伤随着冷却时间的延长，呈现一个断崖式分布。简单来讲呢，当冷却比如说11秒的时候，至尊的叠层跌到了0，在开启大招事实上是击入了下次保护者结束的时候的叠层也就只有5层，这样增伤就永久在0到5层之间，而星星存续期间甚至是0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平均增伤很低的缘故。所以呢，在实战过程中，当你使用泽克或者野火将大招的冷却降低到很低的时候，比如说8秒，那么至尊的增伤就可以始终维持在高位，这对比12秒的大招冷却增伤近30%，非常的可观。而另一套符文方案里的卡克也有其神奇之处，卡克在滚蛋猫的构建里只能由保护者、奥姆、瓦特这样非基础非防御的技能或者说符文触发。他触发的时候，如果不是本职业的技能，那么卡克消耗的精力是不会被困兽回复的。瓦特符文触发的卡克更快，但其精力要接近1秒才能回满，这样呢会损失相当多的输出。而奥姆呢触发会略小一点，但这个影响呢需要通过实战视频精确的分析。通过多次实战对比呢，现在普遍的观点是，保护者无缝的重要性远大于用卡克，在保证保护者覆盖率之后，使用卡克才有意义。但这个收益基本没有办法实际计算，只能看各位大佬的冲榜表现了。好了，接下来就是这个阶段，我从收集到了很多玩家回复里精挑细选了一些问题，在这里呢集中回答，希望这些解答对你理解灵屋、理解这个构建有所帮助。首先呢，我的鼠标红闪避爬击的部分可以随便用，但连滚键盘的部分呢，如果你是冲榜玩家，手动操作是必须的。至于冲榜的操作呢，我建议玩家多看高手冲层的视频，比如说杰瑞、苏苏阳等。然后就是 T4 难度下护甲堆多少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实际中 T4 难度5000护甲拿到满额不驱猛击的增伤，但是呢，玩家也不用过于盲目堆砌护甲而抛弃坚韧，一切以玩家自己的实际情况为主。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戒指部位的生命回复呢，主要用于困兽的回能，持续的低额度的生命回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具体呢，你可以参见视频困兽回能的部分。接下来这个问题，资源减免的作用是什么？上限是多少？资源减免的上限其实是100%，也就是不消耗精力。但是呢，在科佩莱克的增伤这里，至多只会计算75%。此时呢，200点的精力相当于800点的精力。然后呢，这个数字呢会用到科佩莱克的增伤计算里。有人问，为什么用了控兽之后伤害反而低了呢？资源也不满。事实上，用控兽首先就要保证回蓝是满的，在假死加自适应的配合下，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的戒指有生命回复，那它会回满的。否则呢，就是装备巅峰不到位。困兽的 AOE 能力会比蛮力低一些，详见之前的分析。困兽的残血基因收尾和 BOSS 能力会有显著的提升。接下来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困兽对比蛮力谁更强呢？前面说过，这两者各有优势。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玩家而言，蛮力更加的亲民，除非你是绝对的冲榜玩家，困兽才会发挥出其真正的实力。接下来这个问题，应变有2次增伤是怎么回事？科贝莱克呢？这个呢，参见本视频应变2次增伤的部分的。那科贝莱克是没有2次增伤的，是纯纯的1次增伤。那资源上限有几次加成呢？那是3次加成，1次呢来自科贝莱克，2次来自于应变。接下来这个问题，攻击速度有用吗？在理想的测试条件下，攻击速度完全不会影响闪避爬击的循环体系，稳定在32到34F 之间。但是呢，在实际的战斗中，网络条件和卡顿等的因素下，攻击速度会帮助玩家更稳定的保持32帧到34帧的数据，完全不需要堆攻击速度，怪多了会有明显的卡顿感觉。而此时呢，滚蛋猫回能空间就会被巨幅压缩，从而导致应变2次加成的效果大幅降低，伤害大幅降低。接下来困兽自适应这套异伤是如何触发的呢？
事实上，长柄武器配合聚精会神，4级大约是40%的幸运易伤概率。用自适应的时候呢，攻击是不会消除易伤的。然后呢，配合扒击的多段高频触发，易伤覆盖率呢接近100%。那接下来暴食者可以换别的雕纹吗？当然可以。如果搭配复仇的话了，配合假死，人物本身有1级的堡垒提供120点荆棘呢，然后放保护者大招的时候呢，可以不断的给敌人释放荆棘，狂猿主灵也会高频的给敌人释放荆棘，帮助快速叠层。正午狩猎可以上吗？事实上可以的。早在困兽的版本出现之前，杰瑞就已经尝试了很多次用狩猎冲击142层。现在呢，我们推测榜单上一位菲律宾的玩家142层的成绩用的就是狩猎，但它的具体构建未知。然后呢，就是如果缺魔梦武装备怎么办呢？那这个你可以参见我的滚大猫大型的配装攻略。还有呢，就是项链什么词缀最优呢？最优解是护甲、资源和强效这3个 GA 词缀。那次优解呢是护甲和资源2个 GA， 然后洗出1条强效强化到6级。那再次一点呢，就是护甲、敏捷和强效，或者说护甲、敏捷、资源。词缀的优先级呢是护甲、资源、强效大于敏捷和其他被动。那强化方面呢，会优先选择强效。那困兽的版本能用军帽吗？事实上是可以的，但伤害很低。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假死之后，你的装备可能需要1到2条资源生成以保证回能，而这呢就和减跌消耗冲突了，会导致输出大幅降低。简单点，它不是最优解，但是呢可以用。那蛮力欧皇猫命运之泉明明易伤已经超过了100%，那为什么词条上还要用易伤概率呢？那事实上呢，因为扒击的基础易伤概率是 0.18， 再乘上幸运一击的概率1，加上额外的幸运一击的概率，然后再乘上幸运一击触发易伤的概率，这个呢才是每一次触发易伤的概率。我需要这个达到100%。下一个这个问题呢，之前已经回答过了，选择哪套构建呢？具体参考滚大猫大型的配装攻略，非顶级玩家不要选择困兽。那灵屋呢，新手如何起步？新手起步的话，选择火鸟加特林，刷到2阶段之后呢，再转型成滚大猫。看火鸟加特林的视频、滚大猫的全面解析和滚大猫的大型配装攻略，这3个视频其实基本上就够了。